within 2个月 deploy 这个 AI， 我公司爆单了。只要这个动作不需要人面对面去解决的，都适合交给 AI。我想要先 order 一个炒面，等下我10点来吃可以吗？ AI 客服做不到了，可是 AI agent 不一样， AI agent 因为你给他权限，他就可以 perform 这个 action。如果讲2023、24年是 ChatGPT 的年代，在2025年它会是 AI agents 的年代。我们讲 AI， 我们不要只是停在 AI chatbot 本身罢了 ，AI agents for checking payment。AI 首先会 automatic 看那个单，对比有没有跟上一个一模一样的价钱，如果没有的话，跟老板讲，甚至直接去问 supplier， 怎么不起价了的？什么299块的这个摄影配套沸沸扬扬，整个市场都在讲，到底我们还可以被卷多少？真的再不用 AI 的话，先不要讲别人卷死你，可能你的邻居都卷死你。定价其实决定定位，不要去斗价钱，尝试把价值提高，做价值主张，一定要打价格战。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Eric， 你能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我叫 Eric， 是一个芙蓉人，今年29岁，创办过2间公司，第一间叫John Global， 一个线上津贴申请平台，然后第二个叫漫步 AI。漫步 AI 专做 AI chatbot 跟 AI agents。AI，Eric， 我很好奇啊，你的背景是什么？你大学是读什么的？我是从 accountancy 毕业的，所以我在大语 MT 有读的科系是 Bachelor of Commerce， 所以那时候就学比较多会计系或者管理的一个部分，整个 syllabus 都围绕着 ACCA 去设计的。你是大学毕业就开始创业了吗？其实大学毕业过后，我跟朋友一起做过卖过包子，卖包就在大学门口 food truck。那时候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可能对方连这个food truck 的 driving license 都还没有，可是 food truck 是有 license， 可是那 driving license 没有啊。我们也是敢这样子去在大学门口就摆档了，所以那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当然第一次创业我们没有成功了，所以就去打了2年的工。那时候是一间西班牙的公司，我就从他来马来西亚设计第一间厂的时候，那间厂1.5个acre，所以它相等于3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了，所以我们就帮他们去做 set up， 所以把公司从没有员工做到有10个员工 within 2年的时间，所以是从零把一间工厂 set up 上来的。所以到最后呢，还做买这个production house。所以我离开厂的时候，我其实会加 forklift， 就是那个叉车。所以我就觉得哇，整个 process 是很 interesting 的。西班牙的公司那个时候你的 position 是什么？他是请我做，他是请我做 finance executive。我觉得因为是公司001号人嘛，然后公司也没有人给你 manage。Then you are the only person that executes everything。我还记得印象最深刻就是老板给我一个任务，今天你要从西班牙进口2台非常大的机器，然后句号没有了。所以我就跟老板说，我应该怎样开始？他说你去想一个办法去开始吧。然后就透过朋友的介绍，父母的一些经验上面的分享，就说你可以去找谁先，可能去找 forwarding agent， 他会 advise 你怎样做下一步。当然连 container 到场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一下 container 的时候，那个人就问，你有没有那个剪刀去剪那个 container seal 的？因为有一个 seal 的然后我才知道要去剪刀，才去 DIY 买。哇，这是很特别的体验哦。这2年的工作时间，其实它有一点像是一般在创业的，因为很多东西需要自己去探索。除了不用还钱之外，因为钱这种国际公司它是比较多钱的，所以不用还钱，创业是对。比较那种创业的感觉，包括你可以在公司待到晚上10点，公司没有人，整个厂没有人，就是你一个人在10点，你自己锁门自己开门。这样 after that 2年过后就开始创业了。2年过后，老板就说，Eric， 我们现在有足够的人手，我请你是做 account 做 finance 的，不如你回去做你的 account。我尝试过2个月，我坐在那边做 account。After that I realize 不行，重复性的工作不是我想要做的，我不 enjoy 那个 process。反而我希望，老板，你叫我去warehouse 看一下人，你叫我去抬一抬货，搬下 forklift， 叫我去看一下这些 container 上下，反而我觉得更加的享受。所以到最后我就觉得，可能打工 is not what I want， 可能是时候创业了。那个时候是几年了？在2020左右，我从2018年尾，然后19年，然后到20年，我差不多10月左右离职。就 after that 你出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做那个就是 John Global。那个是做什么呢？ John Global 我在2021年3月8号，就是妇女节这一天成立的。那时候因为是疫情年，同时也在商会上面去很活跃的去认识人，去了解他们的需求。这样子就发现到，其实政府有津贴很多这个华人企业，特别是华人企业，他们是不相信、不理解，甚至跟你讲真的是拿到了，他也可能半信半疑的。
所以到最后就觉得不如我就 offer 一些身边的朋友讲说，你不如给我一个机会，反正我有尝试申请，就帮我爸爸的公司申请那时候，然后又申请到可能你也不用烦，你继续去烦你的生意，让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做。我想说，反正不成功我也不收你钱嘛，就这样子开始了。第一个人，第10个顾客的时候，我就开始去请人，主要是以政府津贴为主的业务了。对，政府津贴。服务了多少家公司呢？我们做到现在差不多有300家公司是我们的客户，超过95%都是华人客户、华人企业。这样，我就很好奇啊，当时你这个津贴的这个生意做得蛮好的嘛，这样为什么到时候会想到会开始一个 AI 的项目呢？Brian 很好的问题，在2022年年尾的时候呢 ，ChatGPT 其实就 launch 了一个 free version， 让全世界风靡全球的一个系统，因为 AI 面世了 ，AI 非常聪明 ，AI 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这样那时候我弟弟就有开始去研究，那时候还在美国工作，做这个 working holiday， 然后之后他回来呢，他就讲说，Eric，我在美国打可能半年的工，我就可以存到几万块钱马币，存不是赚了，存到几万块钱。然后他算一算，他讲说，在马来西亚如果是打工的话，可能一年赚到完也才那几万块钱，所以他说，可能回到来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如果我选择在这里继续工作、继续生存的话，可能创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可是他就想说，Eric，我刚刚回来，没有人脉，不知道做什么，可能不如就尝试在你公司做一做先，就是我的那间 Jom Global， 他就帮我们去做这个一些 AI 上面的 automation。到最后我发觉，within 2个月 of 他来 deploy 这个 AI， 我公司爆单了。爆单的意思就是一天呢，我们可能可以坐在电脑前面5个小时。去跟人家讲什么政府津贴，然后那个 case 一直进来的，到最后我们讲说，就做到身体状况有问题啊，生痔疮，做到生痔疮，因为真的是太多了，太多，每一天5、6个 appointment online 的，然后可能为期2个月过后，身体出现状况后，我就说，可能这件事情我不能够再自己做，就是这个事情竟然让我们公司爆单，不如真的是开始去 launch 市场，就开始把我们做过的一些东西分享给一些朋友。然后到最后他们就介绍我们去一间房间的出租平台叫 iBilik，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去 approach iBilik， 才知道原来 AI 真的可以帮我们做好多东西。那个时候是2023年，那时候是2023接近10月的时候，从一开始研究到真的是推出市场，大概花了10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个就是漫步 AI 了。漫步 AI 就是这样子开始的。为什么叫漫步 AI 呢？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要选什么名字，很坦白说不知道选什么，然后就想说，可以的话我们找一个本土化的名字，当然未必是马来文。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很多其实市场上开始有人推出 AI solution， 当时是比较大的一些公司，我想说，哇，这些大公司比如 Microsoft、Amazon、Azure 这种大品牌，你要一个 SME 去 approach 他们，一开一个 quotation 可能就一个200千、500千，我们觉得哇，这个东西很不 affordable。所以我们想说，我们要做 affordable， 这样子漫步在马来文，又有这个 affordable 的意思，我们就想说，漫步 AI， 让 SME 真的是可以去尝试用，因为我是 SME 嘛，很多那种大型公司它不缺 budget 的，它可以去很多地方去找这些 solutions， but SME 没有办法，我只能够找一些比较真的是 SME 的企业去做配合，去做对接，所以漫步 AI 就是这样子的一间公司。很多人啊，可能他们会好奇啊，好像漫步 AI 这样子的一个规模的一个项目啊，当时启动资金大概会需要多少呢？这个项目是我跟我弟弟一起配合去做的，所以大致上他的这个工钱，还有他 R&D 的整个过程，各种各样的 subscription， 如果有用过 Token AI 这个 Developer Mode 或者 API Mode 的话，都知道，其实每一种 testing 都会消耗 Token 当然我们当时也不止 test ChatGPT，因为市场还有一些什么 Gemini 等等的东西出来嘛，我就每一个都去 test， 所以当中消耗的成本大概在100千左右，还不包括 marketing cost 在 R&D， 所以平均1个月大概花1万块马币。现在团队大概有多少人了呢？现在我们有15个人，我们 base 在这个苏邦 office， 靠近苏邦飞机场。2025年我们有打算 move into 一个自己买的 office， 将会在 Kota Kemuning。我就很好奇了，其实好像 AI 项目这样子是需要政府认证或者讲说政府其实有管控的嘛？在目前这个阶段，做 AI 它还不像是一个医生律师这种专业的行业，它需要政府给你执照，你真的才可以去做这个行业。它就比较像 marketing agency， 比较像 software house。今天政府没有认证你挂一个招牌 SSM register 一下，你也是可以开始这一门生意了。
然后可是我们觉得要做就做最好，要就给市场一个信心。我们这么年轻的一个团队，我们的平均年龄大概在25岁左右吧，整个团队的平均年龄，所以可以想象25岁一踏去市场的时候，特别是我们 close 一些一年做超过亿的企业的时候，他会觉得这家公司的年轻人可以还是不可以？所以如果有政府的这个 MD status， 它叫做 Malaysia Digital Status 这个认证的话，也就是 Under MDEC 政府颁布的一个认证，讲说承认你是一间高科技公司。接下来我们也会尝试去做这个 ISO 的申请，so that 再给市场上一个信心说，我们真的是想用 international standard 去好好的把 Malaysia SME 这个市场用 AI 扶持上来。像你聊到AI agent 啊，像你们做Mampu AI，其实市场上也有其他 AI 客服这样子的解决方案嘛。那么Mampu AI 和其他的 AI 客服又有什么不同呢？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整个市场里面，大多数人归类 AI 客服，它是一个 AI chatbot。AI chatbot 它做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当有人问问题的时候，它就回复。像 AI agent 的差异化在哪里？AI agent 它是能够被公司给予它的一些资讯跟权限去做一些action 的。比如我们讲 AI 客服或者 AI chatbot， 它就是一个你问我答，你今天几点开？他就说今天9点开。这样如果有说我想要先 order 一个炒面，等下我10点来吃可以吗？AI 客服做不到了，他就有跟你讲你来的时候你可以找Brian 来帮我去下单。这样可是 AI agent 不一样， AI agent 因为你给他权限，可能你可以给他 POS 的权限，他就能够透过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等下10点要来吃一个炒饭，你不如帮我下 order 先，他就可以 perform 这个 action as long as 企业给他这个权限。所以其实我们要表达的是 AI 它一直在进化。当你一开始做 AI 的时候，可能你只想到AI 客服我只是要做chatbot， 可是当之后延伸的时候当然市场上一些 provider 可能就说延伸可以，不如这个你加多一个10,000块给我，我给你一个 report， 你加多一个20,000给我但这个课程出来之后你可以学习怎样用 template 去做你的 AI。 可是我们实际上操作过，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可行的。如果你只是要做 AI for 自家去用的话，就是自家内部团队去用，我觉得 OK。当你自己公司是有 branding 的时候，你要用 AI 去做对外的这个动作之前，可能要再想多一次，到底你自己做的这个 AI 有没有办法成熟到，或者是安全到能够对外做一些 promises。 你可以想象刚才我们讲那个炒饭的一个 example， 10点要下单，我的下10点过来，这样如果这个顾客下单100盘炒饭呢， AI 又应不应该去接受这种单？所以里面有很多小小的细节是当你在想开始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到后面需要的东西。然而Mampu AI 的特点就是在你想到的时候，你想要做的时候，我们不加钱的做。就是讲今天你给了一个费用过后，以后你要做的任何调整，它都是 within 那个费用，不会讲说你需要再加一个5000块，到一个10,000块20,000去加这个 feature 那个 feature 要不然你所花的 amount 它是一个 unlimited 的 amount， 你永远不知道你需要花多少钱，会花多少钱，再把那个 AI 做到能够推出市场的地步，一直会调的。像 Eric 刚才你提到讲说 AI 对内和对外它又不一样，对外需要比较人性化，因为现在很多人他讲第一个他想到了AI 客服就想到哇这个够人性化，有点 AI 的味道。这样Mampu AI 是怎样去克服这一个挑战呢？我们做的第一个举动，我们也给市场上一个最大的信心，就是我们没有把它 outsource 给 Pakistan、Bangladesh、India 这些外国的团队，因为是 Malaysia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来的。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在 type message 的时候，我们会掺杂不同语言。好像刚刚我们就用了不同语言type message，可能在中国它是变成打文字，可是在我们这边是 type message。所以如果你找外国的团队来做这个 AI 的时候，他完全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人讲话是掺各种语言一句话3种语言 ，My God！所以我们第一个给市场保证就是全部 Malaysia 的团队，他们现在全部被在Shah Alam。我们在人性化这方面，我们处理的是非常的好的。这样为什么内部团队不用这么人性化都可以做呢？因为内部团队我们通常员工嘛，员工对老板都拿薪水做工嘛。这样如果真的是不好，可能跟老板 complain 2句就好了。可是当你对外的时候，它是一个企业的形象来的，在人性化跟安全之间要做一个协调，跟哪一个 balance 是不容易的。所谓的安全就是
刚刚给过一个例子，如果今天这个人乱下单，跟你讲说，我要买1000件衣服，你送来我家我才给钱，可以吗？对于一个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 AI， 他可能会讲，可以啊，没问题啊，因为之前所有问题都是 OK， 因为 chatbot 它无所谓的，可是它代表是你公司，到最后这个承诺是你公司给的，你要还是不要 honor 你的 promise？ 确实马来西亚这个人性化有点不一样啊，像我们 podcast 很多语言呢、能确保这个不是 AI 的 podcast 这样真的可以确保啦，因为整个后台团队 set up 是非常专业的。很多企业可能会觉得我知道 AI 是未来的趋势啊，但我还在马来西亚嘛，可能 AI 对我来讲暂时还不需要哦。Eric 你的看法是怎样对于 AI 这一块在马来西亚应用？Let's say 啦，如果企业现在不应用 AI 的话，他们可能会错过什么东西呢？在还没有讲 AI 能够做什么之前，可能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要强调的。AI 它是帮你增加效率的，可是在于效果这件事情，你还是要有把控了。什么叫效果？就是今天比如我们做 digital marketing 做一个例子，今天有 AI 的话，它是可能可以帮我们一天生成200个影片，可是这200个影片，因为你的内容上面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在你打广告的时候做了一些不对的设定，它在效果上它未必有那个效果了。可能甚至说，今天我没有用 AI， 我只是用人去录，好像我们今天录 podcast 这样子的访谈，可能它的效果远远高于 AI 去剪200支影片，虽然只是做一次的工作，所以效果可能才是企业家需要追求的东西。这样 AI 能够帮助我们做什么？我们特别强调一下效率。效率的意思是重复性的东西，特别是不需要面对面的东西。比如我们给一些例子，在客服晚上问你，你东西有没有 refund？ 它不需要面对面的。如果它是一直重复性的，有没有 warranty？ 你的店几点开？你的 office 在哪里？重复性的问题，所以客服这一块是需要被 AI 去优化的。OK， 因为人没有办法晚上做回复，晚上10点，你 expect who to reply you？ 这个是现在。我们foresee接下来3-5年后，如果在淘宝买过东西，你发觉哇，你凌晨2点问他东西他也是回你；凌晨3点他也回你；早上9点他也回你，而且他回不是3分钟过后回，5分钟过后回，1个小时，他是秒回，你问我答。所以那个我觉得就是 AI 的力量。现在你会觉得没有 AI 你公司是 OK 的，因为没有 AI， 你看别人有 AI 也是一样。可是你信我，5年过后，如果你公司没有 chatbot， 它就很像现在你公司没有网站这样子，可以做生意吗？可以。可是当我们去到讲说问问题，你公司没有人回答的，倒了呗？全部人秒回，你不回答，太奇怪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改变，从效率效果去看。这样第二个，如果讲 AI 接下来你公司不用的话，你会被有用 AI 的企业去淘汰掉了。所以淘汰我们讲在成本上面，你可以想象，我们继续讲回客服就好了。如果今天你没有一个 AI 客服，可能你要花5000块去请3个 shift 的这个 customer service， 而且当你生意做大的时候，你又要请更多的 customer service。然而他们其实对于大企业他们不介意请啊，可是他们在意的是培训，他们在意的是他们的 data 有没有被 protect 好。这样如果有了 AI 这件事情，可能你也不用花1个月5000块、10千块、20千，1个月2000块、1000块，甚至500块你就搞定了。所以在成本上你就会输很多了。所以我们讲说，接下来如果你没用 AI 的话，你的企业会被另外一个有用 AI 的企业取代。它就很像现在我们说我们的员工，你没有用 AI 不会死的吗？可是你看接下来3-5年，对于一个不会用 AI、抗拒用 AI、抗拒学习 AI 的这些员工，可能一步一步的就被企业边缘化甚至淘汰了。就是可能接下来2-3年，我们开始会看到那个差距被拉开，所以现在其实是很好的入场去学习、去复盘啊、去调整的时候，是这样讲。所以我们公司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AI Blueprint。我们会帮每一间公司去做它的 AI Blueprint， 所以就导致它不会停在只是 AI Chatbot。我们讲 AI， 我们不要只是停在 AI Chatbot 本身罢了。1年里面可能会有10个新的 version 出来，现在只可以做 Chatbot， 下一个月AI Agents for Checking Payment。你可以想象现在从 supplier 拿到单，你要经过的过程就是 admin 去 check， 跟 warehouse check 有没有收到单，然后有没有收到货，收到货了过后又要准备 payment， 然后又要老板 approve， 老板有时候出过要提醒老板，老板记得 approve 那个 payment， 这个 key 错了。以后这些事情如果让 AI 处理的话，你可以想象 AI 首先会 automatic 看那个单，
去对比有没有跟上一个一模一样的价钱。如果没有的话，跟老板讲，或者跟 manager 讲，或者甚至直接去问 supplier 怎么不起价了的啊？问了回来直接跟 manager 讲，哦，manager 这个单这个 supplier 讲起价是因为好像现在关税嘛现在这个tax 的问题，所以起价了然后收到了这个单过后 ，automatic scan key in system，key 那个 accounting system，automatic 准备 payment。所以当这一连串东西 automatic 的时候，你的 admin staff 就被需要了。你的 manager 可能 instead of 一天他就去涨3个 admin 去 key in 这些单，他现在他可以很专心的 based on AI 给他的资讯去做 approval 就好了 ，check and balance 的动作。所以以后人类特别是管理层，他会做更多 check and balance 的动作。你讲到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因为马来西亚有一个特点呢，马来西亚其实我们像是拥有一个 crystal ball， 就是讲美国，你看或者在中国，你看到他们正在用这 AI 去处理，好像你刚才提到比较 repetitive、比较 tedious、比较 administrative 的东西，比方说 payment 啊，或者是 admin 的工作啊 ，paperwork 啊，或者甚至是 legal 的东西啊 ，processing 的东西啊，其实他们已经在做着。这马来西亚大家正在 pick up， 知道吗？比较慢吧，那个事情在外国已经发生，就很可能我们就 foresee 到接下来1、2年、3年就会看到很大的变化，在这些事情上，会更多的 AI solution 推出市场。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事情不管怎样它都会发生。所以 might as well 更早去接触去了解了。对，早一点准备是比较好的，特别是你可以把你的 chatbot 慢慢变成 intern， 就是 AI agent。AI agent 我们是分等级的，从 intern 等级，你给他权限比较少，资讯比较少，慢慢的到 supervisor、manager， 甚至有一天你可以想象 AI director。AI director 就是那个 concept 就很像今天你要把 business 传给下一个人的时候 ，instead of 你继续在公司里面服务，可能这个 AI director 收集完你过去所有的经验，他可以给到一个更加好的一些建议，甚至说，也是可能他讲颁布 AI， 你们不应该在马来西亚继续啊。你们应该开拓可能西班牙市场，based on 他收集到全世界的 info， 包括我们老板，可能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去开发什么西班牙市场，可是 AI 跟我们讲说，西班牙这个国家没有人卖 AI chatbot， 比如这样我们应该去开发那边市场，所以甚至以后他可以做到 AI director， 帮助企业去做更好的决定。稍微补充一下 Brian， 刚才你讲了一个点很 interesting 的就是，为什么外国会比我们快？很多人其实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基础的一个答案是，除了讲他们的知识水平可能普遍上比较高，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薪水比较贵。对于一些薪水比较贵的国家，它就有更多的动力去用 AI 替代掉一些基本流程或者过程，所以来可以降低公司的成本。比如在这边，可能我们省一个人的员工费1个月才3000马币，我们去美国省一个客服的员工费是3000美金。同样的，如果用 AI 去做这件事情，可能是1000块马币。一边是在美国1000块取代3000块美金，也换算可能10多千马币的，省10多倍的。在马来西亚，我请一个员工做就好了，不用麻烦AI 我又不懂它可不可以人性化啦，这些那些，所以它是动力没有这么高的，它只是省多可能2000块吧，10多千跟2000超远了，有一点温水煮青蛙，还没烧到手了。是，所以我们还可以慢慢排。可是接下来如果你看政府继续提高这个最低薪金，他们要去到2500，现在在around 1700，迟早会到了2500。而你刚才提到这样子，其实我听了，那我会觉得蛮 interesting， 想要去 try 一下。这样我们会不会有一个maybe 一个 QR code 还是什么可以放在这里给听众我们去 try 一下呢？可以。Since Brian 你刚刚有一次提到我们的 AI 在人性化上面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处理 ？Why not？可能在这个 session 的之后，或者在这个链接，我们就去show出来，让所有听众今天看到我们这个 podcast 的人都可以有办法亲自去体验到底 AI 及人性化，甚至我们也挑战一下，AI 可不可以给 discount？ 跟 AI 要求 promotion 的时候是种怎样的感觉？因为我相信这个也是市场上很多人会面对的问题。老板有没有免费这个？去问这个 AI， 去问他，你就懂那个答案了。给他们去 try 一下，所以听说他们可以发挥他们创意，想要去 challenge 一下，怎样人性化吧？Why not？ 甚至可以跟他下单讲说，我要100个 account， 看他怎样可以做这个处理。OK， 我们聊一下了哈，还是关于在于创业的环境。所以好像马来西亚现在的一个大环境了，你认为适合创业吗？马来西亚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从比较大的经济宏观去看，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当中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 gap 是需要被去 fulfill 的。这样子，我直接敢讲，
如果你在马来西亚创业都失败的话，你不用想去其他国家创业。在你这么了解的一个国家里面，你都不能够知道市场的需求是什么，并且去填补它的话，你去到外国，比如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可能薪水一开始就3000欧元、3000美金，它的创业成本多高？可是马来西亚，你开始创业，可能3000马币，你就可以请到2个 intern 或者2个比较 junior 的人去协助你，这样3000马币你就可以开始创业。对比起一些国家，除了有很严格的这些劳工法令去监管你之外，你还要去付更高的薪水去开始聘请员工尝试创业，这样他那边的失败机会是比较高的。然而在马来西亚发展中国家嘛，所以很多机会是我们可以去尝试 offer 给市场的。which 先进国之所以先进，是因为很多空缺已经被填补了，你要进场的话，你是比较少那个机会。再加上你去到外国，你又不了解这些国家，而在马来西亚你都非常清楚它到底有什么机会、什么痛点，然后市场的需求、人的个性、这个企业的文化。这样我想说，如果在马来西亚，与其你想去外国创业，或者去外国先工作后创业，不如还是待在马来西亚吧。可能外国很多人会讲新加坡3.几、3.5、3.0，其实我是一个不支持去新加坡打工的一个人来的。原因是，特别是你想要创业，如果你想要创业，你没有办法在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建立起自己的人脉、自己的资源圈，这样你去外国打工是你存到钱了，到最后这笔钱真的是可以帮到你吗？这个是我看过一个比较 interesting 的文章写的，它里面就有写到，如果你要有钱，或者你想人工财富自由一些，有5个桶是你需要去填满的，而且这5个桶你不可以对掉那个 sequence。OK， 第一个桶就是你懂什么东西，你的知识你懂。第二个是你会做什么，你懂了你要会做，会做了过后你要看，你身边或者你手上有怎样的资源。然后第4个，你认识谁？因为可能一个贵人based on你手上之前做过的东西，资源也好，你懂的东西也好，他可以带你飞。最后，你的市场的定位，别人定义你为是一个怎样的人？有诚信，是一个好先生，还是一个市场臭名远扬的一个人？所以这5个东西，如果你没有依序排满的话，它的效果是很恐怖的。你想一下，今天我们从第1个直接 skip 到第5个啊，就是今天我懂 accounting， 然后我直接跟市场做 branding， 我讲我是 accounting 最强的高手。再倒回来，我们再倒回去，问你会不会的时候，我不是很会哦，我是交给别人做的，整个东西就 mess up 了。所以它要依序排满。当然，我相信其中一个方式to增加这个知识，就是看 podcast 哦。这个后起之秀这个 podcast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去学习的。Eric， 聊到创业，其实就很多人呢，可能初创者，尤其是初创者，他们遇到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没有资金啊，没有人脉啊。这样很多人他们就会这样想我想要创业可是我没有资金，我没有人脉，我没有资源，我可以怎样去开始？那么 Eric， 你会怎样给他建议呢？没有资金，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我建议你开始去 join 一个保险公司。By the way， Brian， 我也是卖过保险的。我在我中学一拿到 SPM 成绩的第一份这个工作，或者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加入一间保险公司。所以那时候其实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保险公司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它有很制度化的方式去 motivate 你去做更多的 sales， 去更好的服务市场，去教育你一些 product knowledge， 而且是跟你讲说怎样让 product knowledge 变成一个sales pitch。这个过程是很 interesting， 因为当你出来创业的时候，你需要做很多 pitching 啦，然后 pitching 很多时候别人就会拿这种产品的 information 去做 pitching，which 别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比如我跟你讲，我的 AI 它是可以有1000个 contact 5个 user， 你会跟我讲 Eric 你在讲什么？对我没有关系的，反而你想听的是你用了 AI 怎样帮我省钱，怎样让我更加顺利的不用请3个员工用一个 AI 的钱就解决完这些东西所以join 保险公司的好处就是它能够教会你基本的 pitching 技巧，然后同时增加你的这个抗压能力。我还记得我 call 的时候，我以前是手震的，我打电话我是希望最好这个人是没有接的，因为没有接代表我不用跟他做 pitching反而接了的话我要跟他讲几时得空可不可以出来喝个茶它是一个蛮难克服的一个过程。所以到最后做了1年半到2年左右，我觉得
这个行业太难了，所以可能在这里也是可以对这个保险从业员给予一个最高的致敬，真的不容易，我觉得太厉害了，从 pitch 到 servicing 到 payment collection， 哇，这一连串的过程真的就跟创业没有两样了。我这样讲哦，Eric，刚刚点进来看的观众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推广保险的？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还是后起之秀啊。只是可能 Eric 提到，就是在于保险，因为它有一个很完善的一个教育体系嘛，然后销售是一个主要关键，在于去怎样去磨练你的笔记，甚至在于去克服那个挫折。这个可能在于销售，同时如果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体系就更加好了。所以刚才如果讲到没有人脉啊，没有钱啊，怎样开始？从 join 一个保险 agency 开始，可能你自己本身透过那边都可以累积到第一桶金。Who knows？ 如果听众他想要往 AI 的领域创业的话，Eric 你会建议他从哪一块去切入呢？ AI 很多切入点，当然对于我而言，为什么我们开始用这个chatbot 去服务市场？第一，市场的认知准备好了，他已经懂什么是 chatbot， 你不用教育他什么是 chatbot。OK， 所以 chatbot 是我的这个答案。然后第二 ，chatbot 开始的成本也不高，包括市场上一些player 的说法，我去 white label 一些 system 我就来卖，我去 white label 一些 system 我去了解一下里面内容，我开课程。所以从 chatbot 开始是一个不错的方式，甚至说，当我们去新加坡去看 exhibition 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很多 mentor、很多 coach 都在讲，你们企业一定要开始做 chatbot， 而且那些 exhibition 不是那些 SME join 的，它是那种比较高级大的企业来 join 的，他都会说，customer service 一定要有 chatbot， 所以 chatbot 是一个现在对于现在市场来说还是一个蓝海的市场，所以要开始从 chatbot 开始，这样之后可以去哪里？当我们掌握 chatbot 的能力过后，可能可以也看一看怎样把 chatbot 让 chatbot 做更多的事情，包括把它 develop 成为 AI agents。如果讲2023、24年是 ChatGPT 的年代，是 DeepSeek 的年代，这样在2025年它会是 AI agents 的年代。你会发觉 AI 它不再只是客服，不再只是 chatbot 它比较像 consultant，they can give the best answer in the world。But AI agent they can be the most consistent, most reliable 员工。真正的帮你去执行一些任务的员工，不仅仅停留在你问我答，然后就算了。而你的意思是想说 ，AI chatbot 是一个切入点，它慢慢需要 develop 比较 specialize 进去 AI agent。是，那个是一个基础了，对吗？是 chatbot 是一个基础。然而现在在马来西亚 chatbot 还是一个可以 penetrate 的一个市场，因为很多公司真的是需要 chatbot。我们一起 join 这个 force。让 chatbot 这件事情对 SME 来讲更加的亲民，特别是在价钱方面，在配套方面，在市场知识被教育方面，让它普及化，让马来西亚，我们看整体马来西亚，让马来西亚的竞争性更加的高。特别是我们讲说，现在中国可以进来了，什么299块的这个摄影配套沸沸扬扬，整个市场都在讲，到底我们还可以被卷多少？你真的再不用 AI 的话，先不要讲别人卷死你，可能你的邻居都卷死你啊，在马来西亚本身的邻居，你的同行。你提到这一点很好，怎样去互相提高我们的竞争力，去 complement each other。instead 我讲说我抢你，你抢我，其实还是蓝海，大家各就其位了，去做好自己的那一个板块，然后在一起提高那个竞争力。对，那么我们谈到创业了哈，创业过程中有很多东西其实是走过了你才能真正明白了。那么 Eric 对你来说，有什么是你创业过才知道，然后你想要奉劝给年轻人的一个忠告吗？有一个东西是在大学没有教过，也在可能很多地方没有看到，就是定价其实决定定位。我们一开始因为我们讲说漫步嘛，所以本来想说不如 offer 一个全场可能比较便宜的价钱进场，就便宜的价钱就可以开始去做 AI。可是慢慢到最后发觉如果都便宜的话，其实我们是卷不过其他人，甚至卷不过一些某些可能量产的国家。我们曾经在去年做一个举动，就是这个举动让我们爆单 for 漫步 AI， 就是把价钱提高。反而我们在做很便宜的时候，可能一个月300-500块、200块的时候，别人是不 appreciate 的，而且他们的 demanding level 其实不比这些可能给一个月2000块、3000块、4000块的客户来的低的，他们也是有一样的需求。反而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价钱做好，我们就是想着我们要做市场最便宜的，一直在 squeeze 我们 margin 的话，
其实团队是很不舒服的。他说：“诶，你300块，你就把人家真的是客制化一个300千的 system，团队会有不舒服。诶，反而当我们把 margin 价钱稍微再提高一点点的时候，同时除了顾客更加满意，团队更加开心，我们还发现到一件事情，诶，我们 sales 更加好。我想给现在如果想要创业的一些年轻人一个启示是，不要去斗价钱，尝试把价值提高，做价值主张，也是有打价格战。其实我们很多听众啊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那么 Eric 你是96年96年，今年29啊，29，最后一年了，20岁的最后一年了。那如果以你的经验来看呢、你觉得是有什么东西是年轻人30岁之前就必须要去搞清楚的吗30岁之前最主要搞清楚的事情就是你到底优势在哪里，你接下来想做什么。很多人一直在转换跑道的，反正我觉得年轻人 OK， 你有这个转换跑道的权利。你想想在30岁之后，35、40、45、50岁的时候，如果那时候你决定，可能我决定我不要再做 tech person， 我不要再做 AI， 每天去写 coding。我到45岁的时候，我才想，诶，可能我比较想做的是 accounting。诶，那时候其实是重新开始。然而普遍上市场对于一些比较年龄比较高的，预先认知就是，诶，可能他学习能力可能会比一开始进场的一些 fresh grad 来的慢。可是我可能请一个45岁 account， 他 expect 可能6000块开始，请一个 fresh grad 2500块吧。所以他会失去这个竞争优势。然而每一次你的转换跑道都是重新开始，对于你人生，这样子你要几时才可以达到财富自由？所以在30岁之前，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到自己的优势，并且真的是 find out 到自己想走那条路，让自己在30岁以后专心的把那条路越做越深。这样你的技能才会越来越值钱。然后30岁之前也不需要因为可能某份工作给你多200块的薪水，而尝试去做那件你本来就知道你不喜欢做的事情。比如我喜欢做AI 做 tech 写 code， 可是你每天叫我去做一些 admin work 做 clerk， 那份薪水现在可能3500做写 code 可能3300这样如果你去选择3500的话，你可能在40岁50岁的时候按那个 restart button 重新来过，你又从 fresh grad 开始了，所以是不值得的。我们聊一聊一些关于你个人的，因为我在读你的 profile 的时候，我发现到你在商会很活跃啊，这样我就很好奇，因为很多人可能他觉得讲说，我创业我应该把所有的精力花在我的工作上，我创业上嘛，先去冲我的 sales 上那些，或者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可能比较内向啦，我不适合出去社交。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觉得人脉圈子对创业真的很重要吗？我老婆也会跟我探讨这个课题。如果 Eric 你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事业上会不会做得更加的好？因为当我们 join 商会的时候，我们是花很多时间去 join 的，因为不止花时间还花钱，这样得到的是什么？它的回报是什么？我自己本身在商会的成长就是我学到先做人后做事，做人非常重要。今天如果你人都做不好，你今天不知道怎样真心的对待一个朋友或者是客户的话，可能你自己的企业或者是你做的事情都不会非常的优秀的，因为只是做表面，你不知道对方想要什么，为了做而做。这样第二个我学到的东西就是，其实我们总结来讲，我得到的答案是我不会因为没有做商会，如果只是做事业的话，会做的比现在更好。原因是可能我不知道市场它真正的需求。商会帮到我很多，就是它给到我很多机会去建立这个人脉，在没有很多这个销售的目的的前提下，跟对方去做对接，而且这个对接是很平等的，他不会因为你讲你年轻人来，我跟你分享我教你怎样做东西，他比较多的是我很真心的跟你分享一些我遭遇过的事情，包括我甚至现在在面对的问题。所以这个的话是在商会可以做到很好的一个点，了解市场的资讯，而且是最真实。你不需要花很多钱去买报告，找一堆人帮你做 survey 填 form， 不需要的，而是透过你跟每一个人真心的聊天，真心的交流，交换意见的时候，去找到这个可能自己想要贡献的这个市场空缺。join 商会就像我们的课外活动这样子，我们读书的时候很多人讲Eric 你专心读书就好了，可是很少人会想到你要参加课外活动。可是我们一直写作文的时候都会写我们一定要参加课外活动，因为可以有很多的好处。出到社会来，很多人就不参加了，就是因为
想偷懒一点啊，想说，诶，我不用花这样多时间、这样多精力，我回家我就应该休息。可能这一点的话，还是市场上还需要比较关注的。join 一个商会，当做是一个课外活动，让自己放松的同时，有可能在知识上或者是在人脉上有一些提升。人脉的提升太重要了。哎，你是一直以来都这样善于去社交的吗？你的 MBTI 是什么呢？我在中学甚至大学的时候，我都可以是一个人自己吃饭，一个人自己去图书馆，一个人自己去逛街的。我不觉得我是一个 E 人，而是非常 I，性格比较古怪的一个人。然后 MBTI 的话，我有去做那个报告了，他讲是什么 ESTP however 我是不相信 MBTI 的，我反而觉得 MBTI 可能会根据周遭的环境而有对我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改变。包括我是一个 I 人，现在竟然第一个字是 E，我讲，可能跟的人更加重要吧。我如果是一只鸡，我跟老鹰在一起久了的话，我都能够相信我自己可以飞得很高。可是如果我每天跟一般企鹅在一起，我已经忘记我可以飞的这个能力了。所以我选择放更多心思在选圈子，而不是去看 MBTI。这个很好，因为其实 MBTI 它只是给你当时你的状态的一个参考。就来讲说，如果啦，你以前好像你刚才提到，你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可能会一个人看戏，一个人逛街，那个时候你填的 MBTI 可能你得到结果就是 I。那当你开始进化，因为你的事业啊，因为你做生意啊，你的圈子，你会发现到，其实这个东西你正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 E。所以那个 MBTI 可能它只是一个参考吧，有时候有些人会被它局限着。好像 Eric 刚才提到就很好，更重要的是在于你因为你想要什么，你想要去参什么，来去决定你的性格。我反而觉得是这样嘛，你不需要别人跟你讲你是 I 人，所以你只能够说 I 人的事情不适合创业，不需要了。你想创业，你就往着那个方向走，参对的人，你就可能就可以去创业了。就有点像你以终为始啊，有点像是以终为始，就是如果你知道你的 destination 是创业，是生意，这样你只好去做这些所有对你的生意有帮助的事情。对，你认为你最大的闪光点，最大的强项是什么呢？我觉得我的闪光点就是我不跟别人一样，所以不一样就是当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也参加课外活动，并且在中学拿到 King Scout 就是皇家童军的这个title。这样出来创业过后呢，我也相信我要跟别人不一样 ，instead 有做什么行业老大、行业第一，而我选择边创业边join商会去做这个不同岗位的事情，so that 除了在自己生意上面能够做一些管理的工作，也能够在商会制造一个 social status 吧。对于一个年轻企业家来讲，与其单只是靠跟人家讲我是 CEO 我很厉害，不如真的是在商会做出一些贡献，并且得到一些肯定，让市场更加肯定的能力，包括是做人跟做事的能力。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创业里面呢，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的每个决策都会有一个连锁的一个效应啊。那么一路走来，你做过最关键、最影响最大的决定是什么呢？我自己本身，我觉得做过最大的决定就是把我跟我弟弟从Seremban move 来 Klang Valley 这件事情。因为 Klang Valley 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地方，反而芙蓉我看它是一个比较适合居住，压力没有这么这样大，节奏比较慢的一个地方。不是不好，而是可能它比较不适合现阶段的我们。反而如果去到 KL 的话，除了我们自己更有竞争力之外，我们的团队其实因为节奏很快嘛，所以大家其实一起在很努力的往前走。重点是在你在走的时候，当后面有人推的时候，你是走得更加容易的。可是在芙蓉这个地方，可能相对于舒服，也是自己很熟悉的一个环境，所以可能在决策上、动作上都会做得比较缓慢。所以总结来讲，要发展的话，就要去对的一个环境 ，so that 它那个节奏，它可以带动你更好的去做你的企业。其实你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有想过以后要当企业家了吗？读书的时候没有想过要当企业家，以后要当企业家。可是我想变成百万富翁，我跟父母常常讲，特别是每次经过那个 KLCC Tower 的时候，我都跟他讲说，以后我要买一个 Tower。当然我不知道 Tower 几贵了，我想说，为什么别人可以有 Tower 我不可以有？所以虽然没有想过要当企业家，可是我是想要这些 Tower，所以我甚至有憧憬过一天，我要当一些企业的可能 CEO，
想当 CEO，所以可以坐在这个高高的 tower 里面，特别羡慕那些穿着西装，然后是可以在 tower 里面每天发表言论的一些大人物吧。那时候，因为我来自芙蓉这个小地方，没有什么机会看到这种高楼大厦，所以看到高楼大厦的时候是非常憧憬的。那么后来在你创业的时候，整个创业过程中，你有没有试过怀疑自己？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说 maybe 你不适合当企业家？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呢？有，特别是在我已经把价钱放到很便宜的时候，还有人讲说：“哎，Ray，你这个东西太贵了。”我想说，哦，可能别人真的做的比我好，他可以把价钱压得这么低，到最后发觉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自我认知，可能像之前刚刚有讲了，定价代表定位嘛，这样子如果说自己没有把定价做好，导致定位做不好的话，那时候我觉得不管是我还是很多身边的朋友，他都会面对这个自我怀疑的过程吧。因为你再便宜都卖不出啊，这样你是不是真的还可以做生意，或者你是不是真的还适合做生意？这个是我最怀疑人生的地方，特别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就面对到这个场景，我们已经把价钱放得很低了，因为始终我们要坚持满步，所以一直在压低，可到最后都发觉别人都一直讲我们贵，所以那时候是很想放弃的。所以有的时候自我怀疑，它不是在于能力的问题，而是在可能认知上还没有打开。认知，所以还是多读书吧，多读书吧，读书太重要了。那么讲到读书了，Eric，你有没有一些书你觉得对你帮助很大，你想要推荐给年轻人的吗？有2本书是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个是这个《穷爸爸富爸爸》。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是脑袋大开了，什么叫什么 self-employed， 什么叫 employee， 什么叫 investor， 什么叫 business owner， 这 part 就很大开眼界了。这样第二个就是从这个 asset 跟 liability， 很多人以为我要买车就是一个 asset， 它是一个资产，其实它是一个 liability， 它从你口袋里面拿钱走。所以绝对鼓励年轻人去看的第一本书叫做穷爸爸富爸爸，所以不会导致自己破产，就算生意失败也不要破产，都不会破产。第二本书的话，也就是最近有上这个后起之秀的其中一个嘉宾永达跟他的老婆两夫妻写的这本书叫做富足理财，非常好的一本书，很本土化。穷爸爸富爸爸它是很国际化的，可是本土化，如果你觉得那本书太深，讲的东西离你很远，可能你可以考虑看一下这个富足理财，它里面写的东西是你很 practical， 然后这个作者所想的东西可能很贴近我们的人生啊。尤其是对年轻人刚刚出来的年轻人来说，是很好的一些概念，给他们有一个方向了。非常好，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那么 Eric 这样一路以来，其实有没有那么一句话，或者是某个建议对你有产生很大影响的吗？影响我很大的一句话是：你的收入就是你身边7个最好朋友的平均值。所以到最后他的总结是：圈子太重要了。你跟老鹰，你就是老鹰咯；你跟鸡，你就会觉得你是一只鸡啊。你每天围绕着大便，你就是一个苍蝇；你围绕着花朵，你就是一个蜜蜂。所以向上社交吧，向上社交。一直很虚心的跟这个你向往的这些人的生活的这一批人去做学习，去跟他们请教。其实之前我有见过一个大多斯瑞，他就讲说，Eric，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为什么你这么久不找我？你怕什么？他讲你早来找我，早就跟你分享这些东西，可能你就可以少走一些路。然后当时我才茅塞顿开，我就讲说，就大多斯瑞，我不好意思找你啊，因为我生意还很小。他说 So what？ 我又不是来跟你做生意，我只是觉得可能我人生的一些经历可以跟你分享跟你一起学习。所以其实很多比较成功，真的是你很敬佩那些人，他是不介意你来请教他，来问他的。所以向上社交啊，向上社交，年轻人。那么 Eric， 我们前面聊很多 AI 的部分嘛，所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呢，你在你的角度来看，未来5年你觉得有哪一些领域啊，很大机会会被 AI 颠覆的吗？或者如果创业者他们想要抓住趋势啊，有什么是他们可以关注的方向吗？ AI 板块非常大，单单我们讲从 AI 客服到 AI 什么影片制作，到 AI 图片生成，这些东西都跟 AI 有关系的。至于它会颠覆什么行业，我觉得所有行业都会被颠覆。它从农业到工业，甚至是服务业，怎样讲颠覆呢？你可以想象，刚刚我们一直讲很多这个 AI 客服、AI chatbot，
我们讲说生意啊，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如果你让3种人开心，你就可以是很有钱的了，你不会缺钱。第一种人叫做顾客，所以 chatbot 可以跟顾客聊天，提高那个服务素质，提高那个售后的服务那种品质。诶 AI 它可以马上回复你，你晚上问他也打你，早上问他也打你，而且还是最快时间回复你啊，所以你顾客会更加开心，通过你用 AI 的方式。第二个就是你让员工开心。现在开始有人 approach 我们去做这个 AI agents that help to hire people， 所以你可以想象，今天你要找工，你的员工想要找工的时候，他就可以问，你的 job scope 是什么 ？AI 就会马上跟他讲，marketing manager， 你 job scope 这些啊，甚至说可以马上安排 interview， 因为 AI 它其实可以去读这个 interviewer 的 calendar 的，他可以知道，这个人这个 manager 几时得空 for interview， 他就马上安排 interview， 那种感觉体验是很好的。OK， 所以刚才第一讲的是个员工开心，第二个是顾客开心，然后最后 supplier 开心啊。当这3种人开心的时候，你生意很难失败。怎样让 supplier 更开心？你看 AI 它能够去接单的话，它能够 prepare payment 的话，可能以前从一开始拿到单到出到 payment 7天，现在 AI 做1天，因为它除了 prepare payment， 还会去通知老板，老板快点去 approve， 你会提高这个 supplier 满意度。所以如果透过 AI 让这3种人开心 ，supplier、顾客跟你的员工开心的话，你就发达了。这样 AI 是不是真的可以颠覆每一个行业？哪一个行业不缺这三个 stakeholders？ 每一个行业都需要服务这3个 stakeholders。很好，你刚才提到很多的 automation 上的东西，这可能年轻人可以看到，刚才 Eric 提到那个每个环节啊，比如客户上啊、员工上或者是 supplier 上，都有不同的切入点去看的，在 AI 上怎样去帮助这件事情更加系统化，更加可以把那个 SOP 变得更流畅啊。是，只要这个动作不需要人面对面去解决的，都适合交给 AI。那么 Eric， 我们聊回漫步 AI 了。未来3年，你希望漫步 AI 可以达成怎样的一个里程碑吗？我们希望在接下来3到5年，我们可以做到 IPO ready 的这件事情。原因是特别想做到 IPO ready， 是因为除了让老板自己本身有一个目标去往前冲，也让团队可以透过 IPO ready 这件事情，或者当自己公司真的是被 buy out 或者上 IPO 的时候，会突然间有钱。这样我们发觉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市场啦，很多时候一个企业做大做强过后，有钱的是老板，可能员工还继续拿着那几千块的薪水，他们没有办法真的做到财富自由。可是有了这个 IPO ready， either是自己上市，可能 Malaysia 的 ACE Market， 或者是跟别人一起抱团上市，做到这件事情的话，员工可能透过这段期间陪伴我们得到的一些 ESOS， 得到一些shares option， 他们可以累积到公司的一些股票，然后在公司真的是 IPO 或者是被卖掉的时候，他们会一起跟着可能老板一起变有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3到5年内我们是很想达到的，毕竟 AI 还是一个大趋势嘛。如果今天呢，一个年轻人呢，他今天听了你的故事，他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做到像你这样的成绩。如果今天他来找你的话，你会给他怎样的一个建议呢？我在芙蓉，因为我芙蓉成长，我在那边很佩服的一个年轻人，他做到一件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先做人后做事这个6个字做得非常好。所谓的先做人，就是可能他会在你很特别的日子，不管你在哪里举办，像我的孩子，我在夏阿浪举办 party， 可能他也会特地安排时间，从芙蓉特地就来到我的这个宝宝的这个celebration party 那边出席，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可能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一些商业的成分了，可是他就把先做人这个事情做好，导致后期的结果是什么？很多我觉得很优秀的企业家，很好的资源，我都想把这些人带去跟他做对接。我觉得不管自己要做还是不要做生意，我们都需要把先做人这个东西做好。当然不代表先做人我们事情就随便做，可是如果你人都做不好的话，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可能你会有比较多的阻碍因为我们觉得所有的问题，或者我个人觉得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人而开始的。可能我跟你的交情比较好，我们的 emotional bank 有建立到可能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协商去商量，也是有直接讲你做这件事情错了，我去告发你。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好，在处理事情的时候稍微可能有一些偏差或者比较不对的时候，来我就把这个点稍微放大一点点
可能你的这条路就会比较困难。反而如果你把人做好了，很多人是想帮你成功的话，这样你也很难失败的。希望听众他们在听到这一句话，先做人后做事的时候，他们可以去 get 到那个背后的意义啊，而不是听哎呀就是一句话一个口号这样子。所以在于它不是一件事情上，而是所有事情上做人的部分要圆滑一点，或者是懂得 give 啊，instead of 只是 take。是可能不需要特地刻意去做这件事情，而是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未必是做每一件事情都为了一些利益考量去做出发点，真的是把人跟人的感情建立好吧。那么 Eric 最后了，如果今天一个年轻人呢，他正处于一个事业或者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了，他正在做这人生重要的抉择，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吗？我想说，如果你在有选择权的情况下，你就自己去选你要走的那条路，而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别人讲说，我选这条路是因为我的父母讲好嘛，所以我就选了这条路。可是我知道这条路不行的啦，后悔啊，我不如放弃，转换一条我自己想走的路。所以我要讲的是，如果你选择了自己走的路，其实你是不会后悔的。反而可能如果你选择了别人叫你走的路，你是会做的过程中，当有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可能你会更多的去谴责那个之前让你走那条路的人，然后这条路你是走不久，就算走久你也走得不好。所以我想奉劝，如果你正在做这选择，你可以听各方面给你的意见，可是不要忘记那个决定是你自己做的决定，没有后悔不后悔的了，决定了就把它做好就好了。